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一頓晚餐引爆整個娛樂圈，白鹿與王鶴棣上海之夜背後的情感漣漪與粉圈現象解析。在娛樂圈這個永遠不缺話題的世界裡，有些新聞源於精心策劃的宣傳，有些來自作品本身的成功，而還有一種卻僅僅因為真實就足以掀起巨浪。白鹿與王鶴棣在上海某餐廳的一頓普通晚餐，正是後者的典型代表。那一夜沒有紅毯，沒有鏡頭，也沒有官方通稿，但正因為如此，它才顯得格外真實，也格外動人。那天夜晚，上海剛剛下過一場小雨，潮濕的空氣裹挾着霓虹燈的光影，讓整座城市顯得柔軟而迷離。在一間位置隱蔽、裝修優雅的餐廳裡，兩位戴着帽子和口罩的客人悄然入座。他們試圖低調，卻依然無法完全隱藏屬於明星的氣場。其中一位身穿標誌性黑色外套，另一位則神情溫柔，手捧茶杯，笑意淺淺，正是白鹿與王鶴棣。起初，沒有人意識到這頓飯會成為歷史性事件，直到一位眼尖的食客察覺到了熟悉的身影，從不遠處拍下了一張略顯模糊的照片，並上傳至社交平台。幾分鐘後，一切開始失控。如果說那張照片點燃了導火索，那麼真正讓粉絲情緒沸騰的是隨後流傳出的描述與偷拍視頻。在餐廳內，兩人的互動自然鬆弛，沒有任何表演痕跡。王鶴棣時不時開玩笑，白鹿則笑着用手掩住嘴角，眼神裡流露出輕鬆與信任。那不是營業時的默契，而是一種只存在於私下的親近。終於可以安靜地吃一頓飯了，這種時刻真的很難得。雙引號，這樣的話語看似普通，卻在娛樂圈的語境下顯得格外奢侈。沒有腳本，沒有導演，沒有觀眾，只有兩個在高壓行業中短暫喘息的人。當晚，相關話題迅速登上熱搜榜首，粉絲的反應呈現出極為典型的三極分化。一部分人陷入狂喜，他們截圖、轉發、P 圖，仿佛見證了一段偶像劇走進現實的開端。另一部分人震驚且困惑，他們反覆放大那張模糊照片，分析坐姿、距離、表情，試圖用理性解釋這頓晚餐。還有一部分人保持克制，強調只是朋友，不要過度解讀。這種分裂正是當代粉圈文化的縮影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得知消息後聚集在餐廳外的粉絲並沒有失控，他們站在遠處，沒有圍堵，沒有喊叫，只是安靜地等待，期待能遠遠看上一眼。當白鹿走出餐廳，發現有人在等候時，先是略顯驚訝，隨後露出溫和的笑容，輕輕揮手致意。王鶴棣站在他身旁，神情略顯拘謹，卻依舊保持禮貌。沒有一句話，卻足以讓粉絲心跳加速。這一幕被許多人稱為最理想的追星狀態，既有熱愛，也有邊界。真正將事件推向高潮的是那段後來流出的短視頻。畫面中，王鶴棣自然地拿起外套替白鹿披上，動作不張揚，卻細緻體貼。這並非驚天動地的舉動，但正是這種生活化的關懷最容易擊中人心，因為它太不像表演了。於是，關於是否戀愛的討論被徹底點燃。第二天，各大娛樂媒體紛紛跟進報道，標題中充斥着甜度爆表、深夜約會、粉絲心動等字眼。事實本身並不複雜，卻被不斷包裝、延展，逐漸形成一個完整的故事。而在粉絲世界裡，這個故事被進一步二次創作，剪輯視頻，寫同人文，製作時間線，分析過往互動。那一頓晚餐早已超越了它原本的意義。在偷拍視頻中，
王鶴棣曾說過一句話：“我們也是普通人。”雙引號。這句話被反覆引用，卻也引發了深層次的討論。在聚光燈下成長的明星，究竟還能否擁有普通的權利？一頓飯，一件外套，一段輕鬆的笑聲，是否也需要被無限放大、審視、評判？或許正是因為這種稀缺，粉絲才會如此珍惜那一頁。從心理層面來看，這場風波並不僅僅關乎白鹿與王鶴棣，更多時候，粉絲投射的是對真實情感的渴望。在高度商業化、工業化的娛樂體系中，這樣未經修飾的瞬間，成為情緒的出口，也成為想象的容器。有人看到愛情，有人看到友情，有人看到陪伴與理解。每個人都在其中看見了自己想相信的東西。對於白鹿與王鶴棣而言，那或許真的只是一頓晚餐。第二天，他們各自回到工作軌道，繼續拍戲、通告、奔波。沒有官宣，沒有回應，但在粉絲心中，這個夜晚早已被封存，成為傳奇。它會被反覆提起，被不斷種樹，在一次次轉發中獲得新的生命。如果把時間往前撥10年，白鹿與王鶴棣的這頓晚餐，或許只會停留在圈內小道消息的層面。然而，在當下的社交媒體環境中，任何一個細節都可能被迅速複製、傳播、重構。一張模糊的照片，從一位普通網友的手機中誕生，經由平台算法推送，被數百萬雙眼睛同時注視。它不再只是影像，而是一種符號，被賦予情感、立場與利益。這正是信息時代的典型特徵。事實不再只是事實，而是被不斷解讀的文本。許多人在評論區提出疑問：為什麼只是一頓飯就能引起這麼大的反應？雙引號。答案並不複雜。對於粉絲而言，這並非單純的吃飯，而是一次極為罕見的未經修飾的生活切片。在這個行業裡，明星的大多數形象都是被精心設計過的發布會上的笑容，綜藝裡的互動，劇宣時期的甜蜜營業。而那一晚，沒有任何官方介入。正因如此，它被視為真實的象徵。從社會心理學角度看，粉圈的熱烈反應，往往源於一種關係投射。白鹿與王鶴棣的相處方式，被許多人解讀為放鬆、尊重、輕鬆、互相理解。這並不一定意味着愛情，但它恰好契合了當代年輕人對理想關係的想象：不喧嘩，不張揚，卻溫暖可靠。因此，粉絲真正迷戀的，或許並不是他們在一起了嗎，而是這種狀態存在過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整場風波中，當事雙方始終保持沉默，沒有澄清，也沒有默認，沒有回應熱搜，也沒有借勢營銷。在流量至上的環境中，這種選擇並不常見。它既可能是對私生活的保護，也可能是一種成熟的邊界意識，不將一切都交由公眾審判。這種沉默本身就傳遞了一種信號：有些事情不需要答案。王鶴棣那句“我們也是普通人”之所以反覆被引用，是因為它戳中了一個長期存在卻鮮少被正視的問題。當明星被過度符號化，他們的人性往往被忽略。但那一夜，他們沒有扮演任何角色，不是熒幕情侶，不是綜藝搭檔，甚至不是話題人物，只是兩個在繁忙工作間隙想安靜吃一頓飯的人。與以往類似事件相比，這次線下粉絲的表現值得肯定。沒有圍堵，沒有追拍，沒有制造混亂，只有遠遠的等待，以及在對方出現時的輕聲歡呼。這說明粉圈並非永遠失控。在一次次爭議與反思之後，部分粉絲開始意識到界限的重要性。喜歡不等於侵入，熱搜會消失，話題會下沉，但記憶不會。對於粉絲而言，這一夜被不斷講述，
剪輯、書寫，逐漸從新聞事件演變為共同記憶。它被稱為上海之夜，被標注時間與地點，被賦予象徵意義。這是粉圈文化中極具代表性的現象。事件結束，但敘事仍在繼續。也許正因為沒有官宣，沒有定論，這個故事才得以保持完整。如果有明確答案，想象便會終止；而在不確定中，人們得以反覆回味。那一頓晚餐停留在最恰當的位置，既真實又留白。從表面看，這只是一場娛樂新聞；從更深層次看，它反映的是粉絲對真實情感的渴望，社交媒體時代的放大機制，明星與公眾之間不斷重塑的邊界，以及人們對普通幸福的向往。它的重要性不在於結果，而在於共鳴。結語：一頓飯的溫度。在燈光熄滅、雨水蒸發之後，上海恢復了它原本的節奏。白鹿與王鶴棣回到各自的生活軌道，粉絲回到屏幕另一端，熱搜被新的話題取代，但那一夜的溫度卻被許多人記住了。它提醒我們，在被流量包圍的世界裡，真實依然稀缺，而簡單的幸福仍然足以動人。